爸爸犧牲前給了我一枚勳章，他告訴我，要是受了欺負沒人管，就去軍區找你7個爹，他們會給你撐腰。於是7歲的我一路乞討前往軍區尋親，卻不料剛到門口就被當成奸細抓進了審訊室。雖然那個叔叔凶神惡煞的問我聽不懂的問題，但我還是很喜歡他，因為他給了我一顆大白兔奶糖。我小心地剝開糖紙舔了舔，但是我從未嘗過的甜。就在所有人都以為我要吃掉時，我卻得把糖重新包了起来。周永明懵了，咋不吃啊？嫌不好吃？我摇了摇头，眼神清澈的讓人心碎。留给爸爸吃，媽媽說爸爸是大英雄，身上會有很多傷，吃了糖爸爸就不疼了。我不疼，我習慣了，爸爸不能疼。轰！這句話像是一顆重磅炸彈，在周永明的腦子裡炸開了。這一刻，他堅信這個7歲的孩子不可能是奸細。就在這時，我晃了晃身子，眼前的一切開始變得模糊。周永明那張大臉變成了2個3個，我呢喃了一聲：“叔叔。”小身子一歪，軟綿綿的從椅子上滑了下去。周永明眼疾手快，一把將我撈起，心裡咯噔一下。怎麼這麼燙？我在他懷裡縮成一團，迷迷糊糊的喊着：“冷，好冷！別把我關牛棚，怕黑。大伯，瑤瑤不吃多，別打，我再也不跑了。別用火鉗。”每一句一語都像是一把尖刀，狠狠扎進在場每一個人的心窩子裡。周永明這種見慣了生死的硬漢，此刻手都在抖。牛棚、火鉗，這孩子到底是在什麼樣的地獄裡長大的啊？周永明像頭發怒的獅子，抱着我衝出審訊室。走廊盡頭，值班軍醫背着藥箱狂奔而來，只看了一眼軍醫的臉色就變了，顫抖出聲：“快平放，解開衣服！”當那件破爛不堪的棉襖被小心翼翼地剪開時，在場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涼氣。那小小的身軀上幾乎找不到一塊好肉，舊傷疊着新傷，還有一個個圓形的焦黑的疤痕，那是煙頭燙得密密麻麻。畜生啊！周永明雙眼赤紅，一拳砸在牆上。軍醫滿頭大汗，一邊做緊急處理一邊大喊：“不行，這孩子情況太危急了，嚴重營養不良，高燒40度以上，還有內傷，必須馬上送總院搶救。”周永明猛地清醒過來，軍區總院在核心區，沒有首長簽字，這種身份不明的人員根本進不去。我這就匯報。周永明手指哆嗦着撥通了那個熟悉的號碼，但是沒人接，他急得滿頭大汗，又撥通了秘書處的電話。周科長，你瘋了！這時候打電話，副司令正在開最高軍事會議，所有通訊切斷，誰的電話也不接。周永明急了，對着話筒吼道：“人命關天，我有急事找司令。這孩子可能是司令的親戚。”電話那頭的小王差點笑出來：“周科長，你喝多了吧？副司令是孤兒，哪來的親戚？別鬧了，要是打擾了會議，咱倆都得扒層皮。掛了。”電話裡傳來忙音，周永明愣在原地。那邊是國家大事，這邊是一條奄奄一息的小生命。軍醫帶着哭腔的喊聲傳來：“科長，孩子快不行了。”周永明猛地回頭，只見我的小臉憋得青紫，嘴角溢出了白沫，身體像觸電一樣剧烈抽搐。即使是在這種極度痛苦中，我的一隻小手依然死死地捂着胸口的口袋，那裡裝着那顆留給爸爸的糖。爸爸，救救瑤瑤！微弱的呼救聲像是一根針，刺破了周永明最後的理智。規矩，去他媽的規矩！要是連這麼個孩子都救不了，自己還有什麼資格當兵？有什麼資格保家衛國？他一把抱起我，衝着愣住的司機吼：“開車去辦公大樓，去闖那個狗日的會議室！要是有人攔着，就給老子撞過去！出了事，老子一個人頂着，大不了這身皮不要了。但是這孩子要是死在我手裡，我做鬼都不會原諒自己。”吉普車轟鳴着衝了出去，周永明緊緊抱着我，他在我耳邊低吼：“丫頭，撐住，我帶你去找父老虎，他要是敢不認你，老子就崩了他。”風雪中，一輛孤零零的吉普車帶着一腔孤勇，咆哮着衝向軍區核心辦公大樓。此時此刻，紅樓頂層1號會議室氣氛壓抑到了極點。坐在首位那個男人正在發火，傅琛猛地站起身：“廢物，都是廢物，這就是你們給老子交的答卷。藍軍才摸上了一個連，你們一個師的指揮部就被端了。你們是豬嗎？要是真打仗，你們現在的腦袋已經掛在城牆上了。”底下的師長們一個個低着頭，誰也不敢觸這個霉頭。傅琛罵得臉紅脖子粗，自己這幾天心情本來就不好，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心神不寧。昨晚更是做了一宿的噩夢，夢見大哥滿身是血的站在自己面前，指着自己鼻子骂自己是個白眼狼，沒良心。就在这時候，樓下傳來了一聲巨響，那是汽車撞擊路障的聲音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這是京城軍區的心臟，是紅樓，誰吃了雄心豹子，膽敢在這裡飆車？傅琛怒極反笑，伸手把腰間的武裝帶緊了緊。好啊，好得很，我這邊正一肚子火沒處撒，這就有人送上門來了。九尾連是幹什麼吃的？傅琛一把推開椅子，走，我倒要看看是哪個不長眼的王八蛋。樓下大廳裡已經亂成了一鍋粥，周永明抱着我像個瘋子一樣往樓梯上衝。站住，周科長，你瘋了嗎？負責紅樓安保的警衛連長帶着一隊人，端着槍堵在了樓梯口。周永明，再往前一步，我就開槍了。周永明停下腳步，把懷裡的我護得更緊了。他瞪着那雙布滿紅血絲的大牛眼怒吼：“開槍！你開啊！我今天要是皺一下眉頭，就是你孫子！讓開！我要見副司令。”警衛連長咬着牙：“司令正在開會，誰也不能打擾，這是命令。”周永明咆哮着：“去他媽的死命令！你知道這孩子是誰嗎？耽誤了救人，別說是你，就是傅琛，他也擔不起這個責。”懷裡的我被這巨大的吼聲震醒了，我迷迷糊糊地睜開眼，眼前晃動的人影，還有那刺耳的叫喊聲，一切都像是回到了那個噩夢般的夜晚。大伯拿着棍子，後媽拿着火鉗，還有那個要把我裝進袋子裡的壞人。我的小身子劇烈地顫抖起來。別打，我聽話，我不吃
吃馒頭了，嗚嗚嗚，別殺我！我的小手死死抓着周永明的衣領，那哭聲不大，卻像是帶着血，聽得讓人心都要碎了。周永明心急如焚，這孩子快不行了，都給老子閃開！周永明不管不顧，像頭蠻牛一樣就要往槍口上撞。警衛連長下意識地拉動了槍栓，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樓梯上方傳來了一聲炸雷般的怒吼：吵什麼吵！整個大廳瞬間安靜了，所有人都下意識地立正。只見傅琛居高臨下地看着下面這一幕，傅琛冷哼一聲：周永明，你不在大門口好好看門，跑到這兒來撒野，還敢開車撞門？我看你是這身軍裝穿夠了。傅琛一邊罵一邊往下走，那種泰山壓頂般的氣勢讓周永明的腿肚子直轉筋。他是真怕這位傅琰嗎？但感覺到懷裡我那越來越微弱的呼吸，周永明咬了咬牙豁出去了。他撲通一聲單膝跪在了地上，這一跪震得地面都響。司令，周永明死不足惜，但這孩子您必須得救啊！他是來找您的，他說他是您閨女。傅琛聽到這兩個字，像是聽到了什麼天大的笑話。放你娘的屁！我這輩子沒結過婚，哪來的閨女？來人，把他給我拖出去，關禁閉，讓他清醒清醒。幾個戰士就要衝上去抓人，別動！周永明急了，司令，我沒撒謊，他身上帶着信物，他說那是他爹給他的。司令，您就看一眼吧。傅琛看着周永明那副涕泗橫流的樣子，心裡也犯了嘀咕。這周永明平時也是個流血不流淚的主，今天這是怎麼了？什麼信物？拿出來給我看看！要是敢耍老子，老子今天就斃了你！周永明趕緊低頭，想要去我懷裡拿那個鐵盒子，可是我抱得太緊了，那是我的命，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。周永明輕聲哄着，把手鬆開好不好？他試圖掰開我那僵硬的小手指，我迷迷糊糊地抗拒着，不給！壞人搶爸爸，咬死你！我以為又是大伯來搶東西了，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，一口咬在了周永明的手背上。周永明疼得倒吸一口涼氣，手一哆嗦，就在這一拉一扯之間，哐當一聲，鐵盒子掉在了大理石地面上，盒子直接彈開了，裡面的東西散落出來，一串用子彈殼磨成的項鏈滾到了警衛連長的腳邊，還有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落在了傅琛那雙軍靴旁邊。傅琛本來是一臉的不耐煩，正準備抬腳把這破爛玩意兒踢開，可是就在他的目光掃過那張照片的一瞬間，他的腳僵在了半空中。照片上是7個年輕的軍人，他們穿着老式的軍裝，臉上塗着迷彩油彩，笑得張狂霸道，那是曾經威震邊境的龙牙小隊。傅琛一眼就認出了自己，那個站在最左邊笑得像個傻子一樣的愣頭青，也認出了老二賀雲舟，認出了老三江奇。但是傅琛的目光死死地定在了照片正中間的那個人身上，那個笑得最燦爛卻又透着一股子誰也不服的傲氣的男人，是大哥龍牙，那個為了掩護他們撤退，獨自一人引開敵人，最後連屍骨都沒找到的大哥。傅琛感覺心臟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把。這張照片不是在大哥身上嗎？當年大哥失蹤後，我們找遍了整座山，只找到了大哥的一只鞋，還有被炸碎的布片。這張照片是大嫂給大哥的護身符，大哥一直貼身帶着。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小乞丐身上？傅琛的身體開始不受控制的顫抖，那個在戰場上流血不流淚的鐵漢，竟然當着這麼多下屬的面，雙膝一軟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他伸出那雙布滿老繭的大手，顫顫巍巍地撿起了那張照片。大哥，周永明看着這一幕，心裡的大石頭終於落地了。這孩子真的跟這幫大人物有關係，而且是天大的關係啊！周永明小心翼翼地喊了一聲：司令，這孩子手裡還有這個。他指了指地上的鐵盒子。傅琛沒有理他，他像是着了魔一樣死死盯着照片，然後他緩緩地翻過了照片。記得大哥說過，這張照片背後寫着留給未來孩子的話。照片翻過來了，一行剛勁有力的鋼筆字映入眼簾：若我有難，這7個兄弟便是你親爹。這行字像是一道閃電，瞬間劈開了傅琛腦海中所有的混沌，眼淚毫無徵兆地決堤而出。這個在槍林彈雨中都沒眨過眼的漢子，此刻哭得像個丟了魂的孩子。這字跡錯不了，這就是大哥留下的遺言。原來大哥在犧牲前就已經把身後事托付給了自己這幫兄弟。可是我們幹了什麼？這4年裡，我們在升官發財，我們在享受太平盛世，而大哥的骨肉卻在外面流浪，在受苦，在被人欺負。傅琛猛地抬起頭，那雙被淚水模糊的眼睛死死地鎖定了周永明懷裡的我。傅琛的聲音沙啞得不成樣子：把他給我。司令您小心點，這孩子身上全是傷。傅琛接過了我，入手的那一瞬間，他的心再次狠狠抽搐了一下。太輕了，這是一個4歲的孩子該有的重量嗎？而且滾燙，像是一塊燒紅的烙鐵。或許是因為換了個懷抱碰到了傷口，我在昏迷中發出了一聲痛苦的悶哼。別打，我不敢了，別用火鉗，別關牛棚。這一聲聲呓語清晰地鑽進了傅琛的耳朵裡。火鉗，牛棚。傅琛的眼睛瞬間紅得滴血，一股滔天的殺氣從他身上爆發出來。這他媽是誰幹的？傅琛顫抖着手，輕輕掀開了我那破爛不堪的棉襖。雖然周永明已經提醒過了，但是當傅琛親眼看到那一幕時，還是差點暈過去。處長啊，丫頭別怕，大爹在這。傅琛把滿是胡茬的臉貼在我那滾燙的小臉上。是大爹不好，大爹來晚了，大爹該死啊！傅琛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個耳光，半邊臉瞬間腫了起來。水，爸
爸爸，水！我的嘴唇干裂起皮，滲着血絲。傅琛慌了，他在战场上指揮千軍萬馬都沒這麼慌過。傅琛衝着周圍大吼：“水，快拿水來！”警衛連長趕緊遞過來一個軍用水壺。傅琛手忙腳亂地擰開蓋子，小心翼翼地餵到我嘴邊，可是我牙關緊咬，根本餵不進去。傅琛急得滿頭大汗，他從來沒求過人，但這輩子第一次求人，是求這個4歲的小丫頭喝一口水。我費力地睜開了一條眼縫，視線模糊中我看到了一張大臉，雖然滿臉鬍子拉碴，雖然看着很凶，但是那雙眼睛裡全是心疼，那是我在夢裡見過無數次的眼神。大爹，哎，是大爹，大爹在這呢，沒人敢欺負你了。我看着他嘴角微微扯動了一下，想笑可是太疼了。我的小手從懷裡慢慢的摸索着，摸到了那顆大白兔奶糖，我顫巍巍的把糖遞到了傅琛的嘴邊。大爹吃糖，吃了糖就不疼了。瑶瑶把壞人抓來了，瑶瑶是不是很乖？說完這句話，我小腦袋一歪，徹底昏死在傅琛的懷裡。瑶瑶，傅琛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，他感覺懷裡的體溫在流失。軍醫死哪去了？那個在戰場上永遠冷靜的副司令，此刻徹底慌了神，他一把扯下身上的大衣，死死裹住懷裡那個小的可憐的團子。備車去總院，快！永明開車。傅琛一腳踹開吉普車的後門，抱着我鑽了進去。周永明早就發動了車子，吉普車像離弦的箭一樣衝了出去，速度太快了，直接撞斷了紅樓門口的升降桿。正在門口值班的參謀長剛從會議室追出來，就看到了這一幕。他只看到了傅琛滿身是血，懷裡抱着什麼東西，一臉猙獰的狂吼，然後吉普車就瘋了一樣衝了出去，連路障都撞飛了。參謀長腦子裡嗡的一聲，完了，出大事了！司令滿身是血，有人行刺，還是有特務滲透進來了，或者是發生了什麼不可控的恐怖襲擊。職業本能讓他做出了一個將會震動整個京城的決定。他猛地轉身，撲向了大廳牆上的那個紅色按鈕，那是緊急警報按鈕，只有在戰爭爆發或者最高級別突發事件時才能按動。參謀長一拳砸了下去，下一秒，凄厲尖銳仿佛能刺穿耳膜的防空警報聲在整個京城軍區上空炸響。1級戒備，全軍區1級戒備，所有單位立刻進入戰鬥狀態。一時間，整個京城軍區鋼鐵洪流湧動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敵軍打到家門口了。而這一切的源頭，那輛墨綠色的吉普車正在軍區的主幹道上狂飆。周永明已經封了油門，踩到了底，他一邊按着喇叭，一邊把頭伸出窗外大吼：“閃開，都給老子閃開！”車後座上傅琛緊緊抱着我，他把臉貼在我滿是煤灰的小臉上。丫頭別睡，千萬別睡，大爹求你了，你才剛找到大爹，那顆糖大爹還沒吃呢。傅琛的眼淚大顆大顆的砸在我的臉上，我閉着眼睛，呼吸微弱的幾乎感覺不到。在那個黑暗的世界裡，我感覺自己好輕啊，像是變成了一片雪花，在風裡飄啊飄。下面是黑乎乎的牛棚，是大伯狰狞的臉，是後媽舉起的火鉗，還有那只想要咬死我的野狗。我在心裡小聲說：“瑶瑶怕。”突然一道光出現了，那是五角星的光，很暖和。还有一個聲音一直在喊我：“丫頭別睡。”那個聲音好熟悉啊，像是照片裡的爸爸，又像是剛才那個鬍子拉碴的大爹。我想睜開眼看看，可是眼皮好重啊。大爹，我的嘴唇動了動，沒有聲音，只有一口微弱的氣。傅琛卻感覺到了，他欣喜若狂。哎，大爹在，堅持住，馬上就到醫院了，大爹給你找最好的醫生。吉普車一個漂移，衝進了軍區總醫院的大門，因為速度太快，車頭直接撞在了急診樓門口的台階上，保險槓都撞掉了。周永明根本顧不上車，他跳下車拉開後門，傅琛抱着我衝了出來。醫生，救命啊！這一聲吼帶着京城軍區司令員的威壓，更帶着一個父親瀕臨崩潰的絕望。幾個值班的醫生護士推着平車狂奔過來，快放上來！傅琛把我放在平車上，看着我被推進了搶救室。此刻堂堂上将司令員蜷縮在醫院的走廊角落裡，發出了壓抑到極致的嗚咽聲。大哥，我對不起你，我對不起你啊！而此時窗外，整個軍區已經亂成了一鍋粥，無數荷槍實彈的戰士包圍了紅樓，包圍了醫院。他們以為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卻不知道這一切只是為了一個4歲的小丫頭，一個受盡了苦難剛剛找到家的烈士遺孤。走廊裡，傅琛坐在地上哭了一會兒，他猛地抬起頭，這孩子是龍牙的種，是我們七兄弟共同的命根子。現在大哥不在了，這孩子就是天，這天要是塌了，誰也扛不住。傅琛喊了一聲：“永明，司令，我在。”把保密電話拿來。周永明愣了一下，趕緊從隨身的公文包裡掏出一個紅色的衛星電話，這是一個紅色的衛星電話，這是最高級別的通訊設備。傅琛一把抓過電話，手指顫抖着卻異常堅定地撥通了第一個號碼：東南軍區某豪華療養院。此時賀雲舟正穿着一身軍裝，坐在落地窗前品茶，桌上那部紅色的保密電話突然響了。這個時候誰會打這個電話？他放下茶杯，拿起聽筒：“我是賀雲舟。老二，大哥的孩子找到了，快死了。”賀雲舟整個人僵在了椅子上，臉色瞬間變得煞白。老大，你說什麼？大哥有孩子在哪？傅琛幾乎是吼出來的。在京城總院被人虐待了4年，4年啊，全身沒一塊好肉，胃裡全是觀音土。老二，你最有錢，你有最好的藥，最好的設備，你快來啊！完了就真的見不着了。轟！賀雲舟只覺得腦子裡炸開了一道驚雷。虐待4年，觀音土，這些詞像是一把把尖刀狠狠扎進他的心窩子。他直接掀翻了面前的黄花梨茶桌，茶壺、茶杯摔
摔得粉碎。贝基，把我的私人专机调过来，立刻马上通知空管局，我要直飞京城。还有，要把库里那只千年老参。空管局，我要直飞京城。还有，要把库里那只千年老参带上，把最好的进口药都带上。要是少了一样，老子扒了你们的皮！贺云舟一边吼一边往外冲，连血跑掉了一只都不知道。与此同时，西北边陲某特种兵训练基地，风沙漫天，江奇手里拿着一根教鞭，冷冷地训斥着。新兵们一个个吓得連大气都不敢出。就在这时，通讯员背着电台跌跌撞撞地跑了过來。首長，京城急電，副司令專線。江奇眉頭一皺，傅老虎，這老東西這時候找我幹什麼？他接過電話，語氣冰冷，有屁快放，我忙着呢。電話那頭傳來了傅琛帶着哭腔的咆哮：老三，大哥的閨女在搶救室被人打斷了腿，被人用煙頭燙了一身，你快滾過來！咔嚓，江奇手裡那根實木的教鞭被他單手硬生生捏斷了。那一瞬間，整個訓練基地的溫度仿佛都下降了好幾度。誰幹的？別管誰幹的，先救人。好。江奇掛斷了電話，他轉過身看着那一架停在旁邊的武裝直升機。江奇突然大吼一聲：全體都有，今天的訓練取消。一架停在旁邊的武裝直升機。江奇突然大吼一聲：全體都有，今天的訓練取消。一中隊跟我走。中隊長愣了一下。去哪，首長？江奇跳上直升機，眼神看向京城。自己的親人在那裡，大哥唯一的血脈在那，去京城救人。這一刻，那個紅色的保密電話一次次被撥通，每一次撥通都伴隨着一聲怒吼，一聲哭泣。南方某海軍基地，老四坐上了最快的艦載機；西南某導彈旅，老五跳上了越野車。6個電話打向了祖國的四面八方。這一天，6架沒有任何飛行計劃的專機戰機從不同的方向劃破長空，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京城。京城軍區總醫院空管局的雷達屏幕上出現了6個紅點，都在以急速向京城匯聚。值班員嚇壞了，主任，有不明飛行物闖入領空，請求攔截。空管局主任看了一眼那幾個紅點的代號，冷汗瞬間下來了。別管，全部放行，給他們開闢空中綠色通道，不管是民航還是貨機，通通給這6架飛機讓路。他不知道京城發生了什麼，但他知道今晚的京城注定無眠。搶救室裡氣氛壓眠，搶救室裡氣氛壓抑的讓人窒息，只有心電監護儀發出的滴滴聲。我小小的身子躺在手術台上，主刀的是軍區總院的院長陳國守，他是國內最頂尖的外科專家，救過無數首長的命。什麼樣的傷他沒見過，什麼樣的慘狀他沒經歷過。可是今天，當他看清這個4歲孩子身上的傷時，這位年過6旬見慣生死的老軍醫眼眶紅了。畜生，這簡直是凌遲啊！旁邊的護士長正在給我清理傷口，一邊清理一邊掉眼淚，有些傷口已經化膿了，和衣服纖維粘連在一起。清理的時候要把那些爛肉一點點刮掉，即使是在麻醉狀態下，我的小身子還是會本能的抽搐一下。報告院長，病人血壓急速下降，60、40，心律失常，160，體溫41度，高熱驚厥。一個個致命的數據像是一道道催命符，陳院長的額頭上全是冷汗，大吼出聲：快，腎上腺素，靜脈推注，準備除顫儀，輸血，快去血庫調血，要 O 型血，有多少調多少。快去血庫調血，要 O 型血，有多少調多少。監護儀的聲音越來越急促，突然變成了一聲長鳴，那條代表生命的綠色波浪線拉直了，心跳停了。這一聲尖叫穿透了搶救室的大門，傳到了走廊裡。傅琛正貼在玻璃上死死盯着裡面，聽到這一聲，他趴在玻璃上，雙手瘋狂地拍打着。不，別停啊！丫頭，你給老子醒過來！你大爹在這呢，你不能走！你要是敢走，大爹就追到閻王殿把你搶回來。傅琛嚎啕大哭，那哭聲撕心裂肺。周永明和幾個警衛員在後面死死抱住他，生怕他衝進去干擾搶救。司令冷靜，醫生在救，相信陳院長，一定要相信陳院長。搶救室裡，陳院長扔掉了手裡的手術刀。除顫儀，充電200焦耳，讓開。他雙手拿着電擊板按在了我那瘦骨嶙峋的小胸脯上，我的小身子猛地彈起又重重落下，那條直線紋絲不動。再來300焦耳，還是不動。陳院長一邊按壓一邊碎碎念：孩子求你了，你爹是英雄，你不能就這麼走了，給個面子，給爺爺個面子。一邊碎碎念：孩子求你了，你爹是英雄，你不能就這麼走了，給個面子，給爺爺個面子。龍牙，你要是在天有靈，就保佑你閨女吧，她太苦了，還沒過一天好日子呢。在這個生死交界的瞬間，我的意識飄到了一個白茫茫的地方，那裡不冷也沒有痛，前面站着一個高大的男人，穿着軍裝背對着我，我試探着喊了一聲爸爸。男人轉過身，雖然看不清臉，但我知道那就是爸爸。爸爸蹲下來，張開雙臂。妖呀，疼不疼？爸爸的聲音好溫柔啊。我委屈的點點頭。疼，大伯打，後媽燙，我不想回去了，我想跟爸爸走。爸爸笑了笑，伸手摸了摸我的頭。傻丫頭，還不到時候，爸爸不能帶你走。為什麼？我急了，想去抓爸爸的手。爸爸指了指身後，那裡站着7個模糊的身影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在吼，有的在拼命奔跑。那是你的7個乾爹，他們是爸爸最好的兄弟，他們會替爸爸愛你寵你，把這世上最好的東西都給你。回去吧，妖呀，把那顆糖給他們吃。爸爸說完，輕輕推了我一把。回去。我感覺身子一沉，猛地往下墜落。搶救室裡那條死寂的直線突然跳動了一下，心跳恢復了，波浪線重新開始起伏，雖然還很微弱，很不穩定，但那是生的希望。
陳院長長長的出了一口气，好样的，好孩子，命真硬，随你爹。陈院长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转头看向玻璃窗外，对着那个已经哭成泪人的傅琛比了一个大拇指。窗外傅琛看到了那个手势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突然咧開嘴笑了。他癱坐在地上看着天花板，活了就好，大哥，謝謝你。瑤瑤雖然搶救回來了，但這一身的傷，這4年的債還沒算呢。傅琛的聲音恢復了冷冽。永明在。那個王八蛋，那個刀疤臉醒了嗎？報告司令，剛醒，正關在審訊室呢。傅琛從地上慢慢爬起來，雖然滿身血污，但他身上的氣勢比任何時候都要恐怖。好，走去會會他。既然丫頭活過來了，那有些賬該好好算算了。傅琛看了一眼窗外，天空中傳來了隱隱約約的轟鳴聲，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殘忍的弧度。另外他們也該到了，正好七兄弟齊了。另外他們也該到了，正好七兄弟齊了。這出戲才剛剛開始唱呢。京城空管局的塔台裡，值班主任手裡的對講機都快捏碎了。瘋了，都瘋了！這是誰家的飛機？沒有飛行計劃，沒有航線報備，這是強闖京城領空，這是要上軍事法庭的。雷達屏幕上6個紅色的光點從四面八方朝着同一個坐標匯聚。值班主任對着麥克風嘶吼：呼叫不明飛行物，這裡是京城空管中心，你們已經進入禁飛區，立即轉向，立即轉向，否則我們將採取強制措施。無線電裡傳來了一陣刺耳的電流聲，緊接着一個冰冷的聲音穿透了電流，在整個塔台大廳裡回盪。我是江奇。只有4個字，卻帶着一股子令人窒息的壓迫感。值班主任愣住了，手裡的對講機掉在了桌子上。江奇，那個特戰總指揮，那個被稱為活閻王的男人，江首長。無線電裡江奇的聲音再次傳來。放行。緊接着雷達屏幕上那個代表江奇座駕的紅點，速度再次飆升，直接突破了音障。值班主任回過神來，瘋了一樣衝着點，速度再次飆升，直接突破了音障。值班主任回過神來，瘋了一樣衝着操作員大喊：放行，快放行，把所有航線都清空，不管是民航還是貨機，通通給我讓路，讓這位爺先走。然而這還只是個開始，操作員驚恐的大喊：報告主任，東南方向發現一架大型客機，正在強行下降高度，它是直接切入進近航道的，前面的航班被迫復飛了。值班主任一看那個航班號，兩眼一黑，差點暈過去。那是賀雲州的私人專機，全軍區最有錢、最講究排場的賀財神，平時這位爺出行，那都是要在天上畫個花的，今天怎麼也跟個亡命徒似的。無線電裡傳來了賀雲州那標誌性的溫潤嗓音，只不過此刻這聲音裡透着一股子讓人心驚肉跳的焦躁。我是賀雲州，告訴前面的飛機都給我滾開，誰敢耽誤我1秒鐘，老子買下他的航空公司，讓他明天就去掃大街。緊接着南方海域的老4，西南山區的老5，一個個響當當的名號在無線電裡炸響。這一天，京城空管局的所有人都經歷了一場畢生難忘的噩夢。6架飛機帶着6股滔天的怒火，硬生生的把京城的天空給撕開了一道口子。京城軍區總醫院的停機坪上，一架漆黑的武裝直升機還沒等停穩艙門就被一腳踹開了。江奇穿着一身還在滴水的迷彩服，直接從離地還有2-3米高的機艙裡跳了下來。緊接着賀雲州的豪華客機也落地了，因為跑道不夠長，輪胎在地上摩擦出2道長長的黑煙，發出刺耳的尖叫。賀雲州根本等不及客梯車開過來，直接放下了充氣滑梯，順着滑梯就滑了下來。他爬起來就跑，鞋跑掉了一隻，他光着一隻腳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跑得比兔子還快。大哥的孩子呢？在哪？後面老4、老5、老6、老7，他們從不同的方向朝着同一個目標狂奔。急診大樓的走廊裡，傅琛還坐在地上，眼神發直，聽到那雜亂無章卻又熟悉無比的腳步聲。他慢慢的抬起頭，走廊盡頭6個身影出現了。江奇衝在最前面，他幾步衝到傅琛面前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領。人呢？江奇的聲音沙啞的像是在吞炭。傅琛看着江奇的聲音沙啞的像是在吞炭。傅琛看着江奇，看着後面氣喘吁吁跑過來的賀雲州，看着一個個紅着眼眶的兄弟，他張了張嘴想說話，卻發不出聲音。最後他顫顫巍巍的抬起手，指了指身後那扇緊閉的搶救室大門，在裡面，剛搶回來。聽到搶回來3個字，江奇揪着傅琛衣領的手猛地鬆開了，他整個人像是被抽掉了幾兩股，踉蹌了一下，靠在牆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氣。賀雲州光着一隻腳跑過來，他一把抓住傅琛的手臂，指甲都陷進了肉裡。賀雲州的聲音帶着哭腔，小心翼翼的開口：老大，真的是大哥的種。他生怕這是一場夢。傅琛點了點頭，他從貼身的口袋裡掏出了那張照片，那張泛黃的帶着血跡和煤灰的照片，他遞給了賀雲州。賀雲州接過來只看了一眼，這位富可敵國、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賀財神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。其他的兄弟們圍了上來，看着那張照片，看着照片背後那行熟悉的狂草字跡。若我有難，這7個兄弟便是你欽點。走廊裡7個站在權力巔峰的男人。若我有難，這7個兄弟便是你欽點。走廊裡7個站在權力巔峰的男人，7個鐵骨錚錚的漢子，此刻哭成了一團。那是壓抑了4年的愧疚，那是遲到了4年的父愛，那是對大哥在天之靈的懺悔。老5一拳砸在牆上，砸出了一個血印子。我們都是混蛋啊！大哥把命都給了我們，把唯一的骨肉托付給我們，我們卻讓他在外面受這種罪，我們還有什麼臉活着？江奇沒哭，他死死盯着那扇緊閉的大門。誰幹的？傅琛擦了一把臉上的眼淚，眼神也變得猙獰起來。一個叫孫旭東的脖子，還有一個叫劉素雲的潑婦，還有個人販子。江奇點了點頭，伸手摸向腰間，那裡別着一把軍刺。好，
我去殺了他们。說完，他轉身就要走，那種決絕，那種狠辣，沒人懷疑他能不能做到。他真的會去把那個村子給屠了。賀雲舟突然喊了一聲：“站住，老三，你回來！殺人太便宜他們了。”賀雲舟冷笑了一聲，那笑容看得人頭皮發麻。我要讓他們活着，我要讓他們看着自己擁有的一切一點點灰飛煙滅，我要讓他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我要讓他們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地獄。就在這時，搶救室的大門咔嗒一聲開了，所有的聲音瞬間消失，七雙眼睛齊刷刷地盯向了門口。陳院長推開門走出來的時候，感覺自己像是被7頭餓狼給盯上了，那種眼神，哪怕他見慣了生死，哪怕他給無數首長做過手術，此刻也覺得腿肚子有點轉筋。傅琛第一個衝上去，差點把陳院長那把老骨頭給撞散架了。陳院長怎麼樣？孩子怎麼樣？其他6人也圍了上來。陳院長深吸了一口氣，命算是保住了。傅琛身子一軟，差點又坐地上。保住了就好，保住了就好。賀雲舟雙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彌陀佛。但是陳院長頓了頓，他拿着病歷夾的手在抖。江琪低吼一聲：“但是什麼？說。”陳院長嘆了口氣，他打開病歷夾，借着走廊慘白的燈光，開始念那份沉甸甸的、沾滿了血淚的診斷報告。病人姚姚，年齡骨齡顯示4歲半，體重11公斤。聽到這個數字，賀雲舟的瞳孔猛地一縮。11公斤，4歲半的孩子，正常體重應該是16到20公斤啊！這孩子正常體重應該是16到20公斤啊！這孩子瘦成了什麼樣？也就是皮包骨頭了吧？陳院長繼續念着，聲音越來越低沉，帶着一股子壓抑的憤怒。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，新舊傷痕疊加，覆蓋率達到90%。左小腿陳舊性骨折3次，愈合不良，有些骨頭長歪了，這是被人打斷了，沒治，硬生生自己長好的。咔嚓，江琪手裡的半截煙頭被他捏成了粉末。3次骨折，沒治，硬抗，一個4歲的孩子那是怎麼熬過來的？右手腕習慣性脫臼，這應該是長期被重物拖拽，或者是為了掙脫捆綁，自己弄脫臼的。傅琛想起了我拖着那個大麻袋的樣子，想起了我為了逃跑把自己手腕弄脫臼的那個夜晚，心如刀絞。還有，陳院長的聲音顫抖了一下，他抬起頭看了一眼面前這7個男人，似乎在給他們做心理建設。為內容物分析，除了少量未消化的發霉面食殘渣，還有大量的觀音土、草根以及生肉纖維。這句話像是一顆重磅炸彈，直接在走廊裡炸開了。觀音土，那是舊社會鬧饑荒才會吃的東西啊！我操他媽的！老四裡炸開了。觀音土，那是舊社會鬧饑荒才會吃的東西啊！我操他媽的！老四一拳砸在不鏽鋼的垃圾桶上，直接把垃圾桶砸扁了。是使人過的日子嗎？是把孩子當出水啊！然而這還不是最殘忍的。陳院長翻了一頁，這一頁是他最不忍心念的。最嚴重的是背部的燙傷，一共36處，呈圓形焦黑狀。根據傷口形狀判斷，是煙頭燙的。有些傷口已經化膿潰爛，和衣服粘連在一起。我們剛才清理的時候，就像是在剝皮。走廊裡瞬間連呼吸聲都聽不見了，只有那一股子令人窒息的殺氣。那是怎樣一種變態的折磨？那是怎樣一種喪心病狂的虐待？還有，夠了！傅琛突然發出一聲咆哮，打斷了陳院長的話。我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！每一個字都像是一把凌遲的刀，在一片片割我的肉。那是大哥的女兒啊，是被我們視為掌上明珠的小公主啊，竟然被人當成了煙灰缸。傅琛捂着胸口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氣。別念了，再念老子就要殺人了。賀雲舟一直沒說話，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份病歷。他手裡那串價值連城的佛珠，剛才被他一顆一顆硬生生捏碎了，木屑刺進掌心，鮮血順着指縫滴落在地上。這是凌遲，這是對我們7兄弟的凌遲啊！江琪轉過身面對着牆壁，沒人看到他的表情，但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肩膀在劇烈的顫抖。他抬起拳頭，1下2下3下，狠狠地砸在堅硬的混凝土牆壁上，每一拳都帶着血。許久，他轉過身，陳院長，還有什麼？一次性說完吧，我們受得住。陳院長看着這群處於崩潰邊緣的男人，嘆了口氣。孩子的10個手指甲只有8個，有2個是被硬生生拔掉的，應該是為了讓他幹活，或者是懲罰他偷吃東西。這一刻，走廊裡再也沒有了怒吼，也沒有了砸牆的聲音，只有一種令人絕望的沉默。拔指甲，十指連心啊，那是古代酷刑才有的手段，竟然用在一個4歲的孩子身上。傅琛慢慢地站直了身子，他整理了一下凌亂的軍裝。老二在，把那個孫家傲給我買下來，我要讓那個地方變成一片廢墟。老三在，那個刀疤臉，還有那個孫旭東夫婦，別讓他們死得太痛快。還有那個孫旭東夫婦，別讓他們死得太痛快。我要讓他們把瑤瑤受過的罪10倍100倍的償一遍。江琪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殘忍的弧度。明白，我會親自伺候他們，保證讓他們後悔來到這個世上。7個男人站在醫院的走廊裡，背後的窗外是京城漫天的風雪，但此刻他們心裡的寒意比這風雪還要冷上1萬倍。這出戲才剛剛開始唱呢，只不過接下來的戲碼叫血債血償。特護病房裡安靜的連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能聽見。我小小的身子陷在潔白的大床裡，7個乾爹圍在床邊，一個個屏住呼吸，大氣都不敢出。傅琛坐在床頭，那雙滿是老繭的大手懸在我的小臉上方，想摸又不敢摸，怕手上的繭子扎疼了我。
怕碰到了我臉上的傷。賀雲舟站在旁邊，手裡拿着一条溫熱的毛巾，小心翼翼地給我擦拭着額頭上的冷汗，將其像個門神一樣守在門口，眼神警惕地盯着每一個進出的護士和醫生。怎麼還不醒？傅琛立刻瞪了他一眼。小點聲，別吵着閨女。就在這時，我慢慢地睜開了眼睛，那一雙……小點聲，別吵着閨女。就在這時，我慢慢地睜開了眼睛，那一雙大大的眼睛裡沒有光，只有一片茫然，還有深深的恐懼。我看着眼前這7張放大的陌生的臉，小腦袋瓜裡瞬間閃過了無數個可怕的畫面。大伯刀疤臉，還有那些買小孩的壞叔叔，他們也是這樣看着自己的，眼神也是這樣。我突然尖叫了一聲，小身子試圖把自己藏進被子裡。別打，別打，瑤瑤！傅琛的手僵在了半空中。丫頭別怕，我是大爹啊！傅琛試圖靠近，可是他的靠近反而讓我更加驚恐。我不吃肉了，我不吃馒頭。我閉着眼睛，渾身發抖，小手在空中亂揮。瑶瑶去幹活，瑶瑶去餵豬去掃地，瑶瑶很乖的，別用煙頭燙。瑶瑶睡牛棚不睡床，別趕我。這幾句話直接把7個鐵血硬漢的心理防線徹底擊潰了。傅琛這個流血不流淚的硬漢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。我的閨女啊，大爹對不起你啊，大爹該死啊！誰要讓你睡牛棚，誰敢讓你餵豬？你是公主啊，你是我們的小公主。